可凉。世间哀愁，无知无休，离散却别我泪已从头。我愿上苍在我之后，让天下骨肉相守。我心向往日月芬芳，海海如土方的安详。我心向往烛火之光，满园格外荒凉。夫人，有瑞，你来了。你说你什么身份？还自己亲自扶犁开荒种地，结果把药伤成这样。我总不能让咸阳宫里的那个人以为拿住了我而称心如意。我这次来，带来些柴米油盐钱和薄绸，够你们支撑一阵子。以后千万不可再逞能下地了，好好养病。一应所需，我随时送过来。幸亏有你照顾我。如今朝中如何呀？还能如何？宣示殿里坐着那么一个大王，远离贤良老臣，重用小人和莽汉。眼下他又日日闹着要东征呢，迟早有一日要出大事情。不行，我这病得赶快好起来，不然会辜负先王对我的嘱托。夫人，你不可乱动，不可再逞强啊，夫人。我大老远就闻到了香喷喷的肉味儿，我是循着味儿过来的，口水都流出来了。巫婆来了，婆婆，你看这一种花种的好看吗？哎呦，真好看，能种活吗？能，这当然能栽得活了。婆婆，今日我们有肉吃，你在这儿吃吧。好啊。哎，珍嫂呢？啊，在那儿呢。珍嫂，你看看这院子，总算是有点春天的味道啦。宝儿，娘给你做肉吃。你看你那么瘦，你就应该多吃点儿。你说那公子是宝儿？娘给你做肉吃，你多吃点肉，才能长得高。珍嫂，巫婆，夫人请您进屋坐坐。哎哎，婆婆，进来坐。米夫人，香儿，倒茶。哎呀，你们来了以后，这还真像个家了。珍嫂人很好，她把继儿当成是自己的孩儿一样疼爱。珍嫂也是可怜，她把公子当成了自己的宝儿，想想不免让人有些担心呐。儿女是母亲的心头肉，做母亲最难挨的，就是孩儿没了，可自己却还活着。继儿，若是能让珍嫂心里头好过些，也是桩善事。米夫人，您真是宅心忠厚，怨不得你的女工这么讨喜。其实这些针线，不少都是由香儿他们帮忙做的，只是绣活由我亲自动手。米夫人，用不了几日，你的女工就会名满继承了。上次你给慕容夫人做的那件富贵海棠的衣裳，让夫人欢喜的不得了啊！她跟我说了，
那件衣裳她穿去了燕王宫里，以后见了都称赞的不行。雕虫小技，慕容夫人欢喜就好，登不得大雅之堂。啊，哎，这个是慕容夫人给米夫人的金，这个是那些孩童的衣衫鞋帽换得的钱。若不是夫人手艺好，哪卖得了这么多的钱呢？婆婆为我们穿针引线，倍尝辛苦，这点钱，婆婆拿去喝茶。不，米夫人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我也就是跑跑腿，哪用得了这许多酬劳啊？这是婆婆该得的。谢谢米夫人，那老身就不客气了。米夫人，您的手艺虽好，但是在街头巷尾招揽生意，未免过于打眼了。婆婆，这是何意？前些日我在街市上兜售你这些女工，被一个贵公子拦下了。他倒是答应高价买了这些孩童的衣裳，就是让我说出这些女工的来历。我记得夫人嘱咐过，万万不可以在外人面前透露身份。我就匆匆收了生意，才躲开了他的追缠。五婆阅人无数，可看得出她的来头？像个世子。哦，他能一眼看出这些女工来自楚人之手。他说了，他也是楚人，就是来燕国寻找故人的。楚人，他可提了自己的姓名？提了，是楚人，姓黄的。黄什么？黄歇。米夫人，他人在哪儿？只是街头偶遇，又怕是歹人，没敢多说话，所以不知道他落脚何处。看来他真是夫人的故人。哎呦，那老身真是有眼无珠了。拜托婆婆，尽力去打探，我要见他。好。先生，魏冉将军和司马将军来了，快请他们进来。是。楚离子，你们来了，你们总算是来了。楚离子三番五次派人上门来请，我等怎敢不来啊？老夫知道二位将军心中气恼，我这个王叔也实在是无言面对二位将军。既然如此，楚离子为何还要费这番周折？你等该知晓，大王已带兵东征之时，鲁莽灭烈，不时进退。我看着大王从小长大，怎就没看出他自始至终只是个蛮人鲁汉？就算大王疯了，但满朝文武呢？怎么都跟着发疯？这又像甘冒，因处处顺应大王心意而深得大王倚仗，而大王也只宠信任比、孟奔和乌霍三个力士，其他人的话一概不听，稍不顺耳就逐出朝堂。更见那韩魏两国居心叵测，居然门户大开，任由秦国兵马长驱直入。此刻大王已经占据韩国的益阳，夺取5岁，兵临洛阳了。如此一来，秦国危在旦夕。老夫对大王
已经无能为力。可是作为臣子，活一天就得为大秦的安危操心周旋。我知道大王对你们不公，可眼下朝中贤士凋零，老夫已经无人可以调遣，能信任的人只有你们了。处理子错了，现如今我等都已解甲归田，再不问军务朝政。告辞。二位将军，二位将军，二位将军，大秦如今危在旦夕，社稷江山毁于一旦，老夫就是罪魁祸首。望二位将军看在先王恩育后代的份上，伸手救救大秦的黎民百姓。你这又是何苦？二位将军，若不答应留下，老夫定是不敢起来。你快起来！周氏气数不尽，看看那周天子唱得如此张口数，便知他们时日不多了。大秦事业犹如大王，似骄阳凌空。从来九鼎迁移，欲使王朝更迭。今日寡人就要把这九鼎给搬个位置。敢问周天子，此物便是九鼎？正是。此九鼎本是夏禹收天下九州之金所铸而成，上刻本州山川人物、土地供赋之说。九鼎列于朝，乃天子所掌九州之象征。你是何人？小人东周人士，苏代。依你们看，这鼎有多重？你们谁能把它举起来？鼎乃天子之器，重达1000钧。自九鼎铸成以来，除奉天子之命合力抬举之外，凡人岂可轻易举起？哼，笑话！照你的说法，此鼎若非天子之命，别人还碰不得。不是碰不得，是碰了又能如何？寡人不信，有谁能举得起这鼎？好，那寡人就跟你打个赌如何？你说无人能举起此鼎，寡人却说有人能举起此鼎。若是寡人赢了，此鼎便是周天子输掉的赌注，由寡人带走，如何？天子不用怕，且看他们举举试试。好，人比乌货猛奔。在，你们上前，比试比试，看谁先能把大鼎举起。是。此王鼎父王气系天命，想冒犯此鼎之人，先问问自己有没有这个命，小心遭了天谴。请好，
依小的看，这种事情还是不要强人所难的好。寡人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你们3人究竟谁人能举起此鼎？大王，人比不才，想先试试。好。大王，人比气力不济，有辱大王使命，该死！五货，你来。是。一定能，我就说不行。老门，你是大王。大王，臣尽力了，无能。秦侯，你输了。看来秦国的确无人能有举鼎之力。天子，您错怪他们了。据臣所知，秦国的这几位壮士皆身具奇力，平日里举个1000钧重物也非勉强。只不过这9鼎非凡人所能冒犯，他们就算有这个力气，也是无计可施了。要你们有何用？不如寡人亲自来举。大王不可啊！秦侯，不必勉强。天命在周，9鼎无人能动。您迁怒于他们，已属本末倒置，更不必自己与自己赌气啊！大王，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。大王身系天下，不可以身相视啊！大王身系天下，秦侯，天理人事不可违背，见可而行，知难而退。
善也。敢下！寡人既然已经来到洛阳，就不能虎头蛇尾。人比他们并非不能举起此鼎，而是心中胆怯。寡人乃王者之身，自有天命。寡人就不信，天命在这个獐头鼠目的家伙身上，而不在寡人身上。大王！人之义已决，不必再言。大王不可啊！大王从洛阳回来了。大王怎么了？大王在洛阳举鼎，身受重伤。大王没了。会后，新鲜的青菜，开路，米糕啊，新鲜的青菜啊，热乎的米糕。热汤哎，刚出锅的啊，热汤。婆婆，婆婆，一成老爷，一成老爷，灵儿姑娘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呢？国相夫人要我把那个给慕容夫人做针线的绣娘寻出来。听说那个绣娘好像住在西市，所以我到这儿来碰碰运气。一成老爷到这儿来，难道也是给国相夫人办事？啊，不是。哎，婆婆，我约了好友在前面酒铺喝酒，没想到灵儿姑娘也在这儿，这不巧了吗？你看。既然一成老爷公务繁忙，那灵儿就不打搅了。哎，好。原来你就是那个敢于刀口舔血的义成，皇姐久闻大名，失礼。若不是正好碰上灵儿，小的或许就可以知道皇协为何要和那个牙婆见面了。记得那个慕容夫人曾与我说过，正是那个牙婆牵线给她做的那身衣裳。可无论怎样追问，她就是不肯将那绣娘的来历告诉别人。也许那皇协找牙婆就为了做身衣裳吧。难怪你只能做个义成。哎，小人愚钝。明明那皇协一心要寻的是秦国来的芈月，
他急于要见的人，只可能是与那个贱人有干系。小的明白了。这么说，牙婆的背后肯定是芈月。只可惜我跟那牙婆曾经相识，牙婆见到我后就不肯与那黄歇多言语，转身就跑了。你也算没白跑，帮我厘清了那绣娘的底细。哪个绣娘？我一直猜测，那绣娘是何高人，原来是她。那个贱人，藏在西市不肯露面，却悄悄与我斗法，富贵海棠，杀败了我的桃花参。哼，算他赢了一局。谁敢与夫人作对，那是自寻死路。这次一定要痛下杀手，免得他一时气息奄奄，可眨眼的功夫就又活过来了。要不是撞见了那个可恶的一成，我就能向公子说明夫人的处境，把她带到这儿来了。既然被赵晨那条狗跟上，一时不见也罢，免得生出事端，给公子惹上麻烦。公子到了燕国，便被人盯上了。我担心的是，这样一来，夫人您不能去见公子，公子呢不明就里，想见夫人也难呐。婆婆不要着急，总会有办法的。哦，听到那个与玉成搭话的妇人说，国相夫人正在到处寻找给慕容夫人做衣裳的绣娘。她还是不肯对我们放手。大王已被定下谥号。什么谥号？大王一生好武，所以美视为武王。武王薨了，会后切勿伤心过度，坏了身体。大秦还需要会后整操国事。我怎能不伤心？我儿风华正茂，却在洛阳举鼎身亡，这都是人比梦本巫祸这些乌合之众蛊惑怂恿的结果。武王过于崇好力士，罗织宠用，才使得这些人无法无天。先王去世，把我儿交于你们辅佐。王叔若能时时指点提醒，也不至于有今日之事。会后，巫祸等人确实罪不可赦，如今已经被关入大牢，只待朝廷依法定罪。还等什么？传旨下去，车裂巫祸，腰斩人比，狐朋梦奔，3人歼灭9族。是。其实我也知道，当儿之死，怪不得你们。但只有处置了巫祸等人，才能让秦国免于天下耻笑。眼下重中之重是大秦的王位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会后说得对，武王无后，生前又从未提及储位之事。武王有兄弟10几人，大都各有封地兵马，这让朝中重臣难免担忧。国家大事，非我一深宫妇人可妄言。但王叔不知，武王在世时，
却与我提及过楚魏之事。丹阳郡公子壮是已故魏长史之子，多年来一直由我派人悉心照料教导，人品贵重，历练有成，在他的封地丹阳也搞得风生水起。当儿一直看重这个兄弟，曾与我说，若有一日他弃世时无子息，可将王位传于公子壮。公子壮，公子壮性情木讷懦弱，先王在世时，那公子壮就总是人云亦云，亦步亦趋，从不得先王所喜。这骤然提议立他为国君，恐怕难服众人。我只是据实相告而已，具体取舍，当然还得与你们商量。虽说国不可一日无君，但此事重大，不急在一时，还是慎重为好。老臣在前朝还有政务打理，就先告退了。甘相是否也要慎重考虑啊？既然武王生前有话，微臣不敢置喙，只是尽力照会后的意思去办便是。那就拜托甘相了。是。楚离子，武王后，魏夫人，王叔留步，魏仪有一事请教。夫君薨了，这国事都有劳王叔主持，可这王位空置也不是长久之计。不知这新王继位一事何时会有着落？武王后尽可宽心，秦国国君受之天命，都会按照祖宗的规制去办。什么规制？国君薨了，若有太子，则太子继位；若无太子，则后嗣继位；若无后嗣，则……这就对了。都说王叔耿直忠厚，定会秉公办事，果然不错。魏夫人此言何意？若有太子，则太子继位；若无太子，则后嗣继位。武王有后啊，望王叔明示朝堂上下，免得一个个为了争王位争得跟乌眼鸡似的。武王有后？哎呀，王叔竟然不知啊！姨儿她有喜了，武王后有了身孕，也就是说武王他有了后人。那你说这继位之事，这是何时的事情？昨日太医刚刚诊出胎脉，说已经快3个月了。虽不知是男女，但能为夫君留下血脉，自然是欣慰之事。楚离子，那这秦国的国君，既然武王后有了身孕，这继位之事，自当慎重而为。有劳楚离子。老臣告退了。魏仪有了身孕，武王后有了身孕，这立新君一事不得不缓上一缓了。为何要缓？这有了后嗣，按照规制，甘相糊涂。后嗣指的是男儿，就算武后有孕，男女未知。再说妇人产子，九死一生，其中变数极大。但王位空置，引得众公子垂涎觊觎，随时可能因互相争执而引发战乱。正是因为如此，微臣才劝会后要三思而行。诸公子得知武王猝死，个个拥兵自重，蠢蠢而动。其中实力最强者为公子华所部，还有几位公子和他结成死党，而武王后和魏夫人背靠公子华的实力，
借助腹中胎儿，指令天下，轻而易举，便可与惠后抗衡。既然公子华是根扎手的刺，为何我们不想法子拔掉它？难啊！公子华身为长子，又有军功在身，就算有的公子们心里不服，当面也要忍气吞声。哼，制服这种人，得用巧力。我听说当年齐景公手下有3壮士，力大无比，难以辖制。齐景公将2个桃子赐给3壮士，3壮士因相争而……惠后堪称足智多谋。除此之外，既然眼下王位之事是重中之重，干相就不担忧宫外面的那个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干相不会不知道先王去世之后宫中的谣言吧？惠后说的是先王遗诏。微臣当时也有些顾忌，不过追查了那么久，没有任何眉目，或许就是个谣言吧。可我越来越相信，那东西真的存在，还没出来，只因时机未到。惠后断了邢夫人的年俸，她竟然宁可自己开荒种菜种粮，也不肯离开北郊行宫。她死守在那里，难道就是为了守一个承诺？她是在等承诏的人出现，那诏书才有用。这么说，要看紧尹夫人才是。老臣立刻派禁军将北郊行宫围起来，看那尹夫人还有什么手段可耍。右大人，快请。来了，夫人，宫外都被封锁起来了，你是如何进来的？那惠后也不可能一手遮天，禁军中好歹有几个是我自己的人。你快坐下吧。你要是再不来，我真的要急死了。我在外面也替夫人着急，看着粗衣立食的，把你折磨成这等模样。你叔企图破我就范，我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称心如意。你贵为大清公主，却受如此百般折磨，如今连走路都不灵便了。病痛只是小事，眼下大清危如累卵，险象环生，是你我该把芈月和公子季请回来的时候了。但此事干系重大，需极为谨慎。若万一走漏了风声，夫人性命堪忧啊！我活到今日，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你赶快回去准备马匹行装，日服夜行，千万不能让他们盯上你啊！快走吧。夫人，走吧，快走吧。夫人保重。繁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起数？心有情丝万千书，
却生得一缕孤独。春花开谢，秋草又枯，盛衰荣辱，如何细数？泥水暖，渭水寒，换不回一人如故。尝尽悲欢离合人间苦，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？去心诉，吃一度，去情再相负。愿为你平静柔情傲骨，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。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，爱如星，恨如骨，生死再相负。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，愿为你永生永世